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video.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正式进入 ComfyUI 的第3部分。那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以机器视觉识别为主，同时使用遮罩区域来达到我们图像局部修复或者是局部重绘的这样一个流程，或者是这样一种功能吧。那主要实现的插件就是 Impact， 大家都知道了啊。那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呢，欧阳又来跟大家分享欧阳的这个使用资源了啊。很多群里的朋友反馈，在线使用这个服务器方面啊，有时候有很多有资源紧张抢不上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备选方案的啊。那这一期呢，欧阳还是跟大家说这样一个平台，也是之前跟大家详细说过的这样一个平台，端脑云。那么之前那个视频应该是挺长时间以前了，大概有半年左右了吧。这个平台的共享理念还是挺有趣的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之前那个视频。那正好最近平台也有这样一个活动啊，是新用户买1送1的这样一个活动，充100送100，所以结合这个活动呢，算下来的使用费用还是相当有性价比的啊。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优化以后，平台这个使用已经非常便捷了。比如说我们来找一个 ComfyUI， 然后这边呢配置我们就使用4090，可以看到它的费用是1小时，我们可以按小时计费啊。这边我们选择按小时。OK， 可以看到1小时是2块4啊，买1送1的话，这就相当于5折了嘛，对吧？1小时1块2，所以欧阳看到这个活动，就趁这个活动跟大家再说一下。那对于镜像这里呢，在官方的镜像选择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专业版和轻量版2种啊。我大概试了一下啊，那么专业版呢，它是包含了 ComfyUI 绝大部分的插件的，基本上是个傻大全的镜像。那如果是轻量版呢，只会有一些必要的插件，一些其他的插件需要我们另外去安装，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需要来决定。现在呢，我们直接来立即使用，这样我们就成功的开启了个镜像。至于使用方式呢，其实也很简单，就和我们之前所讲的一样，右边文件管理进去以后可以传输我们自己的模型之类的啊，点击进入应用就可以开启我们的 ComfyUI。当镜像正式启动以后，我们可以点击更多，可以看到查看日志啊。点开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这个后台的日志页面，但是要输入一下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复制登录账号和登录密码，然后来查看我们整体的后台日志。可以看到这是启动前的所有的插件的读取，对吧？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看到现在服务器是3天释放，所以说有很多我们要用的一些模型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云盘功能。目前储存是限时免费的，免费空间是60G。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 API 的授权来开通我们的百度的一个网盘空间，来随时的调用拉取。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以后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自我文件的管理。那么最后我会把端脑云的邀请链接放到视频简介当中，又或者是评论区置顶。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通过欧阳的链接来直接注册和访问。这样的话，欧阳会获得一定的服务器的免费使用时长，也算是大家对欧阳教程录制的一份支持吧。之后欧阳就可以使用不同的免费算力资源给大家录制教程了。OK， 那么这就是这个平台的基本使用方式。那么之后我们直接点击进入应用，就可以打开我们的 ComfyUI 了。这节的内容我们就以这个服务器为例来跟大家讲解。好的，那么回来以后呢，这一期我们其实谈论的不是遮罩本身啊，我们因为设计的是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谈论的是 AI 对于这个遮罩到现在的一个发展史以及一些由来，当中可能涉及很多基础的底层技术和方法。那么说到这个 AI 领域的遮罩呢，我们自然要回顾之前，在我讲 WebUI 的时候啊，当中的这个 ControlNet 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涉及到的一个 segmentation， 也就是语义分割的这一块。其实在人工智能领域，语义分割啊，就是最早的机器视觉语言。什么意思呢？那这里我使用了4个 Prepare Image 的节点 ，ControlNet 当中 AUX 预处理节点当中的这么4个语义分割的节点。那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我们还是找一下啊。目前在这个 AUX 预处理节点当中，我们可以调用4类语义分割，一类是 COCO， 一类是 ADE20K， 还有这个 SIM 以及这个 UNI。那当我们依次运行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预处理的方式呢，对我们的图片进行了不同样式的一个标注。那这些标注又代表的什么呢？其实在这一张图像当中，用不同颜色标注出来的区域呢，它都代表了一个 tag， 也就相当于将图像和我们的语言进行了一个关联。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建筑 building， 对吧？下面呢就是道路，绿色的这个地方呢就 car， 对吧？一辆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语义所标注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在这个区分的质量上也略有差异。第一个 COCO 的这样一种方式呢，标注的是比较清晰的。那下面的 ADE 呢，它和 COCO 标注的物体和类别有所不同。比如说 COCO 有这个粉色的，这边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原图，可以看到这边是窗户以及门，玻璃材质的，它把这个东西标注出来了。但是下面的 ADE 呢，它标注出来了一个电线杆，对不对？它用蓝色标注出来很多电线杆，而 COCO 它却没有，这就说到了他们的数据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egmentation 它的一个定义。
它是基于机器学习的原理让机器识别图中的各种元素，同时呢与我们的语义关联，经过不同规格不同形式的这么一个划分和区分呢，赋予机器更好的识别力。那说白了，以我们现在理解呢，就是一个机器看待真实世界的一种分辨能力。这样的技术呢，在最早期它是应用于这个交通路况的机器视觉分析以及这个判断。那一直到现在呢，经过了大概10余年的迭代，已经应用在了各个领域，比如说室内室外这个交通路况，又或者是地理数据以及医疗等等行业。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ChatGPT 它能看见东西，对吧？我们给它输入一张图片，它就能分辨出来是什么，并且告诉我们这个图片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底层最早的基础技术都是这个基于这个 SEG 语义分割的一个技术。那么回到我们的工作流，在我们的节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很多的处理方式每种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有的叫 SEG， 有的又叫 ADE20K， 又或者是 COCO， 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最本质的东西呢，其实是它们的数据集不一样。这大语言模型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释那因为不同的模型或者是不同的结果呢，它是基于不同的数据集所训练的。早期常见的这个数据集有 VOC， 那么之后呢有 COCO 以及 ADE20K， 那包括城市路况的 City Space， 这个2017年的这个数据是一个地理环境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各式各类对应不同场景的一个数据集。那我们现在使用 AI 生成图像呢，通常用的是两种，一种是 COCO， 一种是这个 20K。 那这里我们也可以详细的看到，这个 COCO 的数据集是从2014年就开始建立了，那它的分类呢一共有80多种每一种分类都有一个详细的标识，也就是我们在工作流中看到的图像的每一种不同的颜色，其实就代表了一个分类。涵盖最广的呢是这个 AD20K， 它是2016年比这个 COCO 晚一些。那么在整个数据集上进行了一个扩容和扩充到了200种分类，也就是它能识别到图像中200种类别了，对不对？目前是非常适用于场景解析，所以说我平时会用这个 20K。 但是对于我们实际情况来说因为我们这个 ConfigUI 里面的这个调用模型20K 的预处理模型，可以看到有时候它的质量并不是很好，它的分割的边缘并不是很明显对吧？那么这就是它在实际使用当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要求不是很高，不需要太多的分类划分的话，其实我们使用这个 COCO 它的效果要比 20K 好一些。这个我们也俗称为协议比如说 ADE20K 的协议，或者是 Segmentation 的 COCO 协议所谓这个协议大家现在明白了，就是基于不同的数据集进行不同的训练的方式，最终出来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这个取决于我们到时候到底要调用哪些东西。对于我们正常生成来说，其实2个都完全够用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完全可以和这个 Segmentation 结合，甚至是借助它的这种分割能力来直接调用的。之后我们来一个人物的这么一个图像，那么这个分类集我们看我们需要什么。如果我们需要人物和旁边的这样一个树干，我们显然是用这个 20K 的协议比较合适，对不对？因为有人物有树干，这个树干提取的比较明显。那如果用 COCO 呢， COCO 其实对人物是提取是比较好的，更精致一些，比这个 20K。 但是对于这个树干它并没有单独提取出来，它把这个树和后面的场景以及植物相结合了。那具体怎么提取呢？这个就很简单了吧，之前我们的这个基础也是没白学的嘛，我们直接通过这个预处理的结果搜索 Color to Mask， 对吧？随便这样一个 Color to Mask 节点，我们就可以指定提取这么一个色系成为 Mask。 有了 Mask 以后呢，我们再来一个什么 Composition， 对吧？这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当然如果我们指定使用 Essentials 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可以直接搜 Mask from Color， 对吗？这2个功能其实是一样的。那之后我们来取色复制到我们这个节点当中就可以。那当然如果我们安装了 Color Style 这个节点组以后呢，我们也可以找 Picker P-I-C-K-E 这样一个取色器，我们就可以在工作流当中取色了。直接点击取色，点这边的取色器，对吧？直接取人物，可以看到是150561，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RGB 通道150561，我们稍微给一点阈值，然后这样我们预处理拿过来 Mask 是不是就有了？我们直接 Preview， 这个人物自然就通过语义分割的方式把它抠出来了。那同时我们还想把这个树给它抠出来怎么办？同样的，我们再加一个分类颜色进来就可以嘛。那值得说的是，对于这个 Layer Style 的这么一个取色器的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输出的 model 这里有2种不一样的，一个是 HEX， 一个是 DEC。DEC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3色。那么 SEX 呢是这个井号的一个颜色码，这个大家都清楚我们可以在这边来看
看一下，一种颜色它有这个 HEX 的颜色码，以及下面 RGB 的3色通道的不同的值，对吧？那这里的 EDC 它就是3色通道，所以说当我们选了3色通道以后，我们再出来看一个 Show Text， 它就比较有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就是3色通道的值。那么这个值呢，之后我们可以 Substring， 然后把这边3个值直接提升了，把这边 Substring 的3个值传进来就可以了。那这个操作呢，也算留给大家一个小作业啊。这些基本操作我们之前都说过啊。那么有了遮罩，有了图像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遮罩把这个图像给它抠出来啊，通过我们这个合成。但这里我们不是说了吗？还需要把这个树把它想抠出来啊。自然我们复制出来一层，然后我们试一下色，把这个树的颜色看一下是多少，4 200的3，我们这边一样4 200 3。同样我们看一下它的遮罩，这边的植物一些颜色就都被我们识别出来了，对吧？那么之后我们就是要进行合成了，这都是基础啊，我们就快速来操作。因为我们这个图像要远比我们预处理图像大，把它的尺寸给限定一下，直接使用这个 upscale， 宽度呢我们设置成768，我们还需要建一个空的背景，也就是 empty image， 把它作为我们的背景，把它作为我们的前景，把我们的抠像的 mask给过来，下一个我们一样重复，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另一个植物的部分，对吧？之后呢，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 Blender Image 把这两个进行一个合并，那么这样我们所抠的内容就出来了。Image Blender 呢，基于我们图层的这个混合模式的，它有一个合成数值，那这样的话是上下叠加我们2层不同的内容啊。可以看到，我们如果选这个屏幕的话，数值选1的话，它就可以进行最终图像的一个合成。当然方法有很多，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操作，我们也可以完全可以把这个2个 mask 进行一个合成。那这里我们 mask 呢可以直接搜索这个 composition， 然后把这2个 mask 进行一个串联，然后这个地方我们选择相加，那最后得出来的一个 mask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就是2个 mask 进行了一个相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只需要一个这个 image 的 composition 的一个节点就够了，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mask 传进去。那最终呢，我们出来的图像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抠图的最终的一个图像，那这就是在 mask 上进行的一个合并，对不对？所以说通过这个语义分割啊，它是可以抠出来我们想要的所有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去背是不是就很简单，就能把这个背景去了？其实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我们经常平时所用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插件啊，这个分割那个分割，这个 sum 那个模型的，就各种各样的去背的模型，你只需要有一个 ControlNet 预处理器，那么这就是基础。这是一种顺势思维，就是我们如何用。那么我们还可以逆向思维，再进一步如何使用这个 segmentation 呢？这是我们之前在 Web UI 当中留下来的一个话题，但是没有深入的去讲啊。那这一期呢，我们就顺便把这个 segmentation 深入的一个 ControlNet 应用我们再讲一下啊。除了我们对现有图像进行一个提取特征的识别以外，我们还可以逆向工程嘛，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图像进行一个重构。那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我找到了一份 AED20K 的这么一个协议的规范啊，就 classes 它的分类集啊，它是针对哪些物体进行了哪些标识以及用的色号。那这里我们可以详细的看到，它对门、对地、对柜子、对草、对座位、对栏杆、对人物等等等等，有很多种标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图像的逆向工程，也就是重构。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在 PS 里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处理，那么这个图像可以看到，我使用这个协议当中的某些颜色指定了它的区域内容，我们把它放到旁边吧。第3个天空的颜色啊，061616，那么就是这个颜色。那么海呢，就是下面的这个海水的颜色。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对这个图像进行了重构。那对于树木呢，这边是一个棕榈树，我也找到了它对应的一个色号。对于这个树的样式，我们是需要进行制定的。怎么制定呢？我找了一个图像，把它涂成这么一个颜色，它自然就会在这个协议里，或者是我们 segmentation 里，它的属性就出来了。那至于人物呢，其实是一样的嘛，进行了一个颜色的填充。我希望这里有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这实际的这个图像，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逆向工程制作了一个基于 AED20K 的预处理图像。那么这张图像我们就可以引用到我们这边的 ControlNet 里面进行生成。那么这里我们简单构建一个 ControlNet， 一样我们还是用的 Inspire 这样一个节点组啊，走的 pipe， 然后这边我们解个包，然后把这个 ControlNet 应用连进来。同时呢，我们使用一个 SEG ControlNet 针对我们这个 segmentation 的一个预处理器，对吧？因为是 1.5 的这里，所以说我们调用了一个 1.5 的模型。下面呢，我们给个简单提示词，上面一行是增强，下面一行呢，简单一个美丽的女士在沙滩、蓝天白云、棕榈树等等的一些简单提示词啊，下面也是一些简单的负面。之后呢，我就把这个 segmentation 的分割信息图传给我们最终的 ControlNet。那之后呢，我们以我们这个预处理图像的大小，这个分辨率是一样的啊，和这个预处理图像最好是要一致的。然后我们给它一个4的 batch
我们直接来生成。那么这样就通过我们这个 segmentation 的一个逆向工程来完成我们最终想要生成图像的一个构图。可能看到它正面和背面有些不分啊，如果要细节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输入一个 canny 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啊，但是它能很好的控制构图，就这个地方我想要什么，它是能控制的。这就是 segmentation 在这个 ControlNet 当中使用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就想要海，下面我就想要沙滩，而不是街道，而不是这个公路，而不是泥泞啊等等东西的这些类别你是可以控制的。至于细节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 layer 啊、线性等等来控制。那么这就是它在我们图像生成当中最大的一个作用。那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姿势人物的姿势呢，它也能形成一定的控制，对不对？那这里呢，如果我想换一个人物的姿势，对不对？我就可以来换一个人嘛，我在它之上也同样加了这么一个颜色叠加，重新来把它保存一下，还是上传到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生成，这就是它给予我们的结果啊。所以这个 segmentation 啊，它在 AI 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领域里面，尤其是对于图像处理里面，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基础。通过这一节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善加利用它，它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一个东西。那么说到这以后呢，我们这个 segmentation 基本上就已经弄明白了啊。之后呢，我也会把这个关于 20K 的这个协议发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基于这个 20K 的协议进行各方面的处理。那么接下来一个环节呢，我们就要说到真正涉及到我们 InPark 这个节点的正题了，那么就是 SIG 模型。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跟模型有什么关系啊？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模型的基础。首先呢，对于我们 InPark 节点呢，它当中的一个大类就是物体的检测与遮罩的生成，包括很多遮罩识别的其他类型的节点，它都是有这么一个环节的。InPark 里面呢，我觉得它做的是比较细致或者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找到这个 InPark， 在 InPark 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专门有一个 detector 的一个分类。这一期呢，因为镜像没有中文翻译啊，所以说我们这一期还是以英文来讲解吧，因为英文讲解我觉得稍微对于这个节点来说稍微清晰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中文的类目来对照。 detector 这个节点的中文就是侦测器、探测器的一个节点组，在这个分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detector， 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3类。第一类是 save， 第二类呢就是 box B box， 但是不是那个这又走上口技节目了，不是那个啊，那个是 Bitbox， 它这个全称是 Bounding Box， 就是对于一个物体的边框检测，生成出来是一个方形的，所以说简称为 B-Box。OK， 一样是有两个，一个输出是 segment， 还有一个输出是这个合并。第3类呢就是这个 segment。那这里注意啊，在了解之前呢，我们要先有一个基础的概念，因为这里的关系稍微有一点点绕啊。InPark 当中啊所使用的模型类型一共有2种，而这2种模型输出的数据类型呢一共有3种。我们把它简单的先理解为2种3类啊。那么这2种模型呢也是目前主流的 AI 视觉识别模型。那么我现在来了解第一种 SIM 模型啊，可以看到有2个 SIM 的 detector 啊，2个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调出来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输出的是一个 mask 的序列，遮罩序列的，而这边呢只会输出一个遮罩啊，这就是这2个检测器唯一不一样的。而这边呢，我们可以直接通过一个 SUM 加载器来直接读取这个 SUM 模型。那至于这些模型呢，我们都可以通过 Manager 来进行拉取和下载。作者的 GitHub 呢也有这个模型的下载地址啊，之后我们再说这个事情。我们先了解第一类模型，就是 SUM 模型。什么是 SUM 模型？那它的全称就是我们经常说的Segmentation Anything Mode， 可以分割一切的模型啊。这里我们先来到它的 Hugging Face， 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当中有它的一些解释和详细的一个内容。这个模型是在2023年，也就是去年的2、3月份的时候 ，Meta 公司开源了这样一个模型。那它的训练数据集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量级。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它模型的一个识别度，是不是很像 Segmentation？ 可以看到它的分割和分区就更细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它有一个特性的解释，我找到的一个文章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数据集啊，是一个叫 SA1B 的一个数据集。那在它训练的时候是一共分了3个阶段，这3个阶段我们大概看一下就知道了啊。它特点一共有2个，第一个是它识别的物体很精细啊，就是分割出来的物体很精细，可以看到这边的桥和楼，对不对？每个楼呢其实分割的还不一样，是比较精准和精细的。那么第2个方面呢，它是有一个注意力引导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ttention 啊，是有个 attention mask， 就是我们注意力的遮罩网络。我们可以通过交互的形式给它添加一个注意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鼠标点击某一个东西，又或者是通过一个标注 mask， 又或者是 prompt 啊，告诉它我需要识别哪一个东西，提取某一个东西。那通过整体的了解，是不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和我们之前所讲的 segmentation 的一些相似性和关联性呢？
没有错啊，在它的这个 SEB 的这么一个数据集里面，其实包含了大量的 segmentation 的一个数据，也是用了 segmentation 的这样的标注方式来进行识别的。只不过这个模型是运用我们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 AI 模型呢，是在之前的 segmentation 的基础上进行了另一个维度的升级就是技术的一个迭代。在这里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感受一下 SAM 模型它的一个效用比如说这里当我们安装了 InPark 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 Load Image 的节点右键可以看到有一个 SAM Detector 就是用 SAM 模型检测我们这张图像当中的元素第一次安装 InPark 那它会自动的下载识别图像的 SAM 模型。这个界面当中我们可以左键点击，可以发现界面当中多出一些蓝点，那么右键点击呢，它会多出一些红点。什么意思？蓝点是我们选取的物体，红点是我们排除的物体，就不想要的部分我们 clean 一下把它清除掉。我们比如说点选这个女人，点一下她的身体和脸部相当于是给了她一个 attention 的 mask 给了她一个注意力的遮罩。那之后呢，我们下面可以调节一下它的识别阈值，直接点击后面的 detector 让它进行一个侦测，它就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点自动识别出来我们想要的一个物体。那这时候可以看到它的头发这里不是特别好，我们也可以点击一下把这些东西框选进来，再重新让它侦测一下。 OK， 那么这个时候头发就已经被完全选中了，对不对？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和效用。现在我们 Save to Node 这张图像就会自动加载这样一个遮罩了。那么这就是这个 SAM 模型它的一个特点和使用方式。所以在我们 SAM 模型 Detector 的时候侦测和识别的时候，因为这是我们手动去识别嘛，并不是自动。如果自动化识别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给它一个 attention， 给它一个目标呢？我们要识别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连过来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 SIGS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这里呢我们说到了一个加载器。 InPark 当中除了 SAM 模型以外，还有一个全称是 Ultralytics 一个加载器。这个 Ultralytics 是什么呢？我们先说它加载的模型。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模型，那这些模型呢有一个特点，我们看它的后缀都叫 YOLO，对不对 ？YOLO V8SIG、YOLO V8S， 对不对？那没错了，这个模型它就叫 YOLO 模型。YOLO 模型又是什么呢？我们切回来看一下。那这个 YOLO 模型其实也是基于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的，但是它的历史更悠久。它是从2015年就问世了的一个神经网络的视觉识别模型。2015年刚刚开源的时候是 V1 版本就从 V1 到现在，每过1年多的样子就会更新一代，每过1年多更新一代，到现在已经是 V8， 最新的是 V9 了，所以它已经有了10年的历史，和我们那个 segmentation 的时期是差不多的，是2种不一样的技术路线，但是要达到的目的都一样。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熟Ultralytics 就是我们的加载器。Ultralytics 其实是一个公司这个英语有点绕嘴我们就叫它 UL 公司吧。这个公司很牛尤其是在 AI 领域包括之前的 SAM 模型也和这个公司是有一些关系的。它也是很多 AI 工具的开发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 PyTorch 对吧？AI 底层开发的一个框架那也是这个公司提供的工具，开发的工具。那这个 YOLO 模型其实到现在训练已经分了很多类型了，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它有很多种模型，很多，包括 SAM 我们也能看到SAM 模型，对不对？那这是它的开源模型网站这些模型呢，很多我们都不能直接使用，都需要转换成我们这个 InPark 的一个框架才能来调用，才能来使用。当我们加载这个 UL 加载器的时候呢，它有2种输出，一种是 Bbox 的，一种是 Segment。那 Bbox 是什么呢？其实它检测的是一个物体的相对位置， Segment 呢其实检测的就是物体的边缘，和我们这边的检测到的有些相似。首先这里我们一样找到这个 InPark 节点 Detector， 这里我把 Box 和 Segment 全部调出来。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它们的输出是不一样的。 SIGS 输出，一种是 Mask 输出。Mask 就相对简单，直接识别一个物体输出遮罩就可以，包括下面这个 Segment 的 Detector 也是一样的。那么通常我们都会用这个 SIGS。 所谓 SIGS 这个管道是什么呢？这个管道是 InPark 作者单独定义的一个管道，它里面所包含的信息基本上全是 Mask 的信息，以及 Box 和 Segment 产出的不同的位置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遮罩图形组的一个集成管道。这个管道呢对应后面的大部分的重绘流程。明白这一点以后呢，我们把后面的这2个直接删掉就可以我们直接来走 SIGS。 这个模型可以输出2个类型，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 Segment 的类型是个红叉，对不对？表示这个模型当中没有 Segment 的信息，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对于这个 YOLO 模型呢，第一类呢是 Box， 我们可以看到前缀是 Box。 这一类模型呢，它只支持输出 Box 的这么一个数据，不支持输出 Segment 的数据。那另一类呢就是 Segment， 我们可以看到第2类它放置的文件夹就是 Segment， 而后面呢会有一个标签就是 SEG， 它就是有这个分
割数据的。所以这样的模型呢，它既有 box 的数据，又有 segment 的数据。那明白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person 的一个 YOLO 模型。从这个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它主要负责识别人物前景的人物。那我们就把这一张图像传入到我们这边来，然后 segment 呢给到我们下面的 segment 的侦测器，然后图形也一样传过来。最后呢，因为这边是 SIGS， 我们可以有多种的方式来进行 SIGS 的解析，但是最直观的方式呢，就是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SIGS 的 Prevail 预览管道，它转换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一系列的 image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它是一系列的遮罩，并不是一个，所以说出来的是一个 image 的 batch。那么我们直接来预览，这是第一种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SIGS 进行一个转换，比如说 SIGS to mask， 那么它所转换出来的就不是这个图像，而是 mask， 这是单图。如果我们是序列呢，这样的话会报错，我们就需要转换成 mask 一个 list， 或者是一个 mask 的 batch 一个序列这两种都可以。那之后呢，我们自然就是一个 Prevail mask，对吧？那现在呢，我们来生成一下，就对于这张图像，我们选择 YOLO V8 的 Person 模型一个是用 Box 信息识别，一个是用 Segment 的信息识别，我们来进行运行。OK， 那这样呢，我们就生成了两种不一样的图像。可以看到第一种的 Box， 因为它给我们预览了嘛，所以它给我们的是一个 image， 就是已经合成完毕的，像我们之前已经合成完毕的这么一个图像。如果它出来的是 Mask 呢，其实是一个框体。可以看到 Box 信息出来的就是一个识别区域，而 Segment 的信息出来的就是完整的一个人物的轮廓。所以通过 YOLO 模型呢，我们就能很快的提取到人物的遮罩或者是人物的区域。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选择 Hand，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手部的检测，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手部检测它是不是就没有 Segment 的数据了，对吧？没有数据了，我们下面就可以把它瞄掉，因为这个不起作用，下面我们的预览会报错。那我们直接用 Bbox 来识别一下人物的 Hand， 看看效果，准确的识别到人物的手了。这 SIG 是包括了很多不同对象的，我们可以识别很多不同的对象，打包到这个 SIGS 的管道里面，一共是2个遮罩这2个不能说遮罩应该是识别区域，都是识别人物的手，对吧？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2类模型分别是 SIM 模型和 YOLO 模型的2种不同的输出，分别是 YOLO Box 和 YOLO 的 Segment。 那现在明白这一点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要疑惑了？好像这个 YOLO 模型就可以完全提取人物了对吧？我不需要那么多模型只用一个 YOLO 模型，我想提取人物遮罩，直接这样的话我们遮罩就出来了。那为什么还要 SIM 模型呢？那这就说到了2种模型的一个特性它不一样之前我们了解了 SIM 模型的特性，那现在我们说这个 YOLO 模型它的特性是什么呢？一是小巧轻便，速度快，运行速度很快，可以看到它检测一个物体的范围，尤其是 Box 它的这个运算速度是很快的。那如果我们要使用 Face 的 Segment 呢，下面我们把它打开，那你会发现这块它就没有那么快的能检索到，而报错了因为我们这边是预览嘛，所以说我们没有预览图，它就会报错，就它没有检索到任何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给的阈值可能不够低，我们的人物的这个面部可能有点小，占据画幅有点小，我们把阈值给它改到低一点，这边的识别阈值我们也给改到 0.2， 我们再重新生成一下，那你会看到现在它就会识别到面部了。但是面部我们仔细看这个面部的遮罩它不是很精细它会有一些锯齿，所以说它对于快速识别这个物体的位置，就是说 Box 的这个信息来说，它是很快很准的。而对于这个 Segment 的信息来说呢，我们需要调节一下，而且它出来的并不是非常精准准确的这么一个 Mask。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把2个最有名的这个视觉识别模型给它结合起来。那怎么结合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上面这里有一个 SIGS， 这个 SIGS 就是我们输入的一个 SIGS 管道比如说我们这边已经把人物的脸部快速定位了有了定位以后，我们把这个 SIGS 呢直接传给我们上面的 SIM 模型的 detector。 因为通过我们之前的了解知道 SIM 模型它不能直接输出内容，我们需要给它一个 attention 的一个注意力引导。那当我们现在呢对这个区域有一个明确的 box 标注的时候呢，其实变相的来说就给了它一个引导，给了它一个注意力区域，就是让它注意我们角色的面部。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把这个 SIG 发送给它，这个 SIM 模型就会自动的识别我们这个区域当中的面部，从而呢进行细化的提取。现在我们把这个 mask 直接输出出来，这个 batch 呢我们来 Prevail image 传过来，我们直接生成，那它就完全的生成了一个我们这边比较精准的人物面部。那么这就是 SIM 模型它的一个优势，对于物体的边缘描绘比较精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用这个 YOLO SIM 出的这个遮罩，它就没有我们这个精细，它的下面呢就把这个衣服的左边的领子就给框进来了。所以通过这个东西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甚至分辨出来模型和模型之间的优势。那么这也就是我们 InPark 当中所使用的常用的一种方法，就
就是先用这个 YOLO 模型啊，迅速的检索到我们这个物体所在的区域，之后把这个区域的 SIG 呢，就是这个遮罩信息呢，传给我们的 SIM 模型，让我们的 SIM 模型对这个遮罩区域再进行精细化的修复或者是修整。可以看到它的边缘是很圆的，对吧？而我们这边的边缘再仔细看一下，它就有很多的锯齿，这就是两种模型的一个搭配使用。当然了，如果我们的要求不是那么精细的话，最效率的方法是直接走 SIG 我们这边连 box 都不需要，直接通过 YOLO 模型的 SIG 来直接提取，就完成了图像的识别，这是最快的。那么这个流程呢，其实作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打包的节点。那这里我们来找一下 detector 当中的 simple detector， 这里有一种是 AnimeDiff 的，它是生成序列用的。那后面两种，一种是 SIG， 一种是 pipe。这里我们也同样都看一下，第一种是 SIG， 第二种是带管道的。那这个管道呢，是我们之后要说到的一个 detailer 的一个管道，它当中包含了 box、sim 以及 segment 的3种输入，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就单一的为每一个接口进行一个输入。那这里很简单，我们就是把之前的模型拿过来，这个是 sim 的模型，这个是 UL 的加载模型sim 过来，然后 box 这里就要注意了如果我们用精细化的处理，是不是就是先生成 box， 然后在 box 的基础上用 sim 进行检测，所以这两个就够，这是精细化的流程。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像直接输入过来，这几个节点就相当于我们这边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这样看不清的话，我们还是单独读取一下吧这样对吧？现在我们就能看清了这种方式我们调一下个这种方式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种方式，把这个预览图都删除掉先单独调用 box， 然后再单独给 sim， 然后最后检测出来这个。而我们这边的一个 simple detector 直接加载2个，它就会执行我们这边相同的操作。那如果我们想走这种方式呢，就是特别简单，用 SIG 的方式呢一样，我们直接复制一份出来，只需要输入它 segment， 就是这样一个SIG 的输出，同样把图像传过来，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走这个 YOLO 模型 segment 接口所输出的一个图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还需要一个 box 它也是需要一个 box 作为快速索引，然后再进行 segment 的生成。现在我们重新生成 sim 生成的是识别出来了，而下面呢却没有识别出来。同样我们这里把它的阈值降低一些OK， 这样的话我们也识别到这个皮肤所在的位置了基本上也和脸部是差不大多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sim 它检测的是不是更好。OK，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侦测器所有侦测器的用法，也就是 detector 的用法这里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讲完了。当然了，当中还有一个这个 ONNX， 这是另外一种检测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可以加载 ONNX， 但是这个我们用的很少，基本上不会用这种。这就是我们这个环节要讲的识别模型当中的 SIM 模型和我们这个 UI 公司所训练的这个 YOLO 模型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当我们明白以后呢，就知道了这两者之间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边是基座这边呢是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也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模型是把这边的数据进行了完整的训练和统一，或者是添加丰富，通过这个神经网络训练出来的这两种或者是一系列的这类的模型。那么 InPark 呢，就是调用这类模型的能力，帮我们识别图像当中我们想要提取的部分，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两类模型我们看到比较多尤其是这个 YOLO 模型，这个镜像里没有特别多，我们可以通过 Manager 当中的 Install Models 这个地方我们搜索 InPark， 然后这里列出来的所有的模型基本上都是我们的 YOLO 模型。有 Face 模型，就是专门识别面部的模型，但我们要注意后面有个后缀 B-Box， 就这些模型只支持输出 Box 的数据，除了 Face 识别还有这个 Hand 识别以及 Person 识别后面的后缀为 Segment SEGM 的就是有分割能力的模型，这都是我们在 InPark 当中可以通用的一些模型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我们可以看到 Deep Fashion 2这个模型是专门用于识别人物服装的有什么短裙长裙短袖长袖等等各式各样的服装，用于我们进行服装的替换或者是服装的2次渲染。那么之后我们要来到这个作者的 GitHub 来看一下，在这里呢，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模型下载地址之后呢，我可能也会把这个模型给共享一下吧，放到我们的这个网盘里。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去网盘里下载这个模型。这边模型可以看到是 YOLO V8 模型来训练的。通常我们所检测的模型这个 YOLO V8 它是真实世界的。在这里呢，还有一些 Animate， 就针对于动漫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数据集基本上都是基于动漫素材进行训练的，所以说这个模型是可以识别到动漫的脸部或
或者是动漫的手部。这里识别动漫脸部一共有4个模型，识别动漫的手部有2个模型。那么下面呢也有人物的，这个就是基于 Coco 2017的一个数据，人物数据进行训练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服装识别。对于服装来说，它一共分了12个类别啊，什么长袖、短袖、长裙、短裙等等的啊，一共这12个类别都可以识别得出来。那么最下面就是我们常用的了，就是我们刚才在 Manager 安装模型当中看到的这几类。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些社区去训练的这个 Detailer 模型，负责检测不一样的东西、特殊的东西，也可以看到后面有很多检测 NSFW 啊，这个呢我就不点开了，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看一下去。那么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 YOLO 模型。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倒没有必要重复的去使用那么多模型，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 segmentation 它的功能和能力是很强的，有很多比较小众的东西你想识别的话，直接用语义分割的预处理，我觉得来得更方便。 OK， 那么这就是这一节要跟大家分享的机器语言与遮罩的转换的基础认识和基础内容的部分。那本来这一节还想带一个基础的通过遮罩进行面部修复、部位重绘的一个部分，但是一看这个时间真的太长了，没想到啊前面就讲了这么长，那么我们就只有把这一部分放到下一期来详细的讲解了。 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了啊。对了，最后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在服务器操作啊，一定要回来点击关机 OK， 这样我们就一套打完了。那如果这一期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下了，大家的支持才是欧阳更新的原动力吧。那我们下期再见。